嗨，大家好，我是 Annie， 然后我之前在英国有游学和留学的经验。Hello， 大家好，我是 Queena， 我之前是利用大学的时间在美国打工度假3个月的时间。嗨，大家好，我是 Emily， 我之前是在纽西兰有1年打工度假，还有念语言学校经验。嗨，大家好，我是 Lisa， 我之前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去加拿大游学2个月，然后再去美国旅游2个月。今天又到我们顾问来了的单元，我们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大家去住宿舍还有寄宿家庭的心得。那我们今天要分享就是不论你是去游学还是旅游都会遇到的文化问题。今天一样是邀请到去过各个不同国家的同事们来分享他们对于不同国家的文化冲击还有印象。常进人是上次有参加的 Karina。大家好，我是常进人 Karina。那我以前呢也有在爱尔兰打工游学8个月的时间。你们去的游学国家是你自己想去的吗？还是朋友或者家人建议你们帮你决定的？3、2、1，你是被逼的吗？就我当初是朋友，他去过澳洲打工度假，然后他这次就是一样职业倦怠，他就说他想去纽西兰，问我要不要一起去。然后那时候对纽西兰也一点了解都没有，就他是怎么样国家我什么不知道，然后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抽好了。然后最后是我抽到，结果我朋友没抽到，然后我就自己去这样。Lisa 为什么想要去加拿大？其实我一开始想去美国啦，但因为没钱，因为美国太贵了。后来就想说，网上好像加拿大不错，还蛮便宜的。大概那时候去的时候22、23吧，就想说 OK， 朋友在美国住，那我就去美国玩，然后再飞到加拿大游学。我的话，就大家可能常说都有个美国梦，反正就是打工的同事他去美国打工游乐园这样子，刚好有个代办来我们大学做一些说明会，跟我妈沟通一下，然后直接报名，就一切都还蛮顺利的，就这样直接想要去美国，然后就去美国打工度假的机会这样子。那你后来是去游乐园吗？对，我是去游乐园，而且是同一间游乐园，只是德州的，它是可能在不同州。我去6期游乐园打，那时候玩的 6， 对，那我都不敢玩，因为我太刺激了，我都不行。然后6期游乐园最有名的就是一堆很恐怖的云霄飞车，然后我全部都不敢玩。你要操作那个云霄飞车？我的工作是启动人家生死的开关。没有，因为像我们工作可能有，就是可能餐厅收银员，或者是餐厅里面的人，操作游乐设施的那个人，还有一个叫 Park Service， 我就是 Park Service。那 Park Service 可能听起来好像不知道在干嘛，可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清洁工。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去美国好像很美好，可是实际上我去那边就是清洁工。可是我其实觉得还蛮喜欢的，是因为清洁工是所有职缺里面最轻松的吗？最高的，薪水最高。而且德州40度。真的非常热，他们那些操作员都非常的晒，然后那个操作室里面是没有冷气的。他们那时候时薪是8块，然后我们清洁工多少？10块，多2块。其实因为我们每一周至少37个小时，这样其实差蛮多的。对，我也蛮庆幸，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是比较晚报到，所以我其实算是没得选。有些人可能想去餐厅的话，可能收银就9块。对，可是最高的还是清洁工。可是殊不知，就是最后选剩下的是薪水最高的，而且。德州因为很热，外面很热嘛，然后所以外面的真的是大家都很崩溃，因为你要一整天，然后都是在大太阳底下。可是清洁工，我们那个厕所是有冷气的厕所，对，德州游乐园的厕所是有冷气的，而且是超级冷的那一种，所以就是很幸福啊。他们都会想要到厕所去偷冷气，对。可是我们就是一直可以待在厕所里，好像蛮好的。对，就是某方面的因祸得福，我觉得一开始就觉得说干嘛要特别去美国当清洁工，可是我就觉得这就是经验啊，对啊。那我表妹之前大学的时候也是去美国打工度假，然后她是去迪士尼乐园，她就是当游乐设施的操作员，她回来真的晒超级黑。然后我的话呢，是因为就是大学的时候呢，就是某一年暑假，就是可能先去了加拿大，然后隔年之后就是去的时候经验很好，然后后来隔年之后就觉得之后可能毕业后有出国念研究所的打算，所以就想说那我想试试看其他国家再决定这样，所以那时候就选了英国，真的就是如愿，就是有去英国念硕士，然后之前的话就是有先去英国念雅思，选择英国原因的话是因为念硕士的 CP 值还有它的时间效益是最短然后最高的。在国外呢有没有遇到被歧视的状况？3、2、1，没有，好复杂哦。出现了一下就出现三角形啊。就是我觉得纽西兰是一个歧视非常少的国家，但我也不是直接的感觉到歧视。那时候我是在找房子，然后纽西兰找房子最大的平台就是 Facebook， 然后 Facebook 的话会有很多人 po 他们的房源，会看到照片啊那些，然后你有兴趣你就可以 PM 他们。但是你传讯息，如果你只是问说房子还在吗，他们基本上不会鸟你。就是他们的潜规则就是你要打一大串你的自我介绍，然后你的工作是什么，然后你从哪里来。但他们其实看到你的讯息，他就可以点到你的 profile 里面去看你是哪里的人，然后看到你是哪个国家，对，你是从哪里来的，你长什么样子。只要是 Facebook 上面的几乎都不会回，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们另外一个网站有点像591，他们就是直接留电话，你是用简讯 text 给他们，他们反而是会理你，而且会真的看得到房子。反而在 Facebook 上面房源超多，但是很多人都是真的是已读我，他们也没有说为什么不要选我去看房子什么，因为我就是单身女性有稳定工作，应该是最好找房子的
的一群人，但是他们是直接都不回我讯息，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亚洲人嘛？对，就是看到我的亚洲面孔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就还说觉得你住不久，我也不知道但我那时候有时候会住至少1年。对啊，所以就是你还是有打很详细的什么自我介绍。有啊，我跟他说我是个活泼的人，确定活泼？有什么好处啊？没有，他们的房间基本上都是2房东，就有点像大家一群年轻人一起分租，然后他们都会打得看起来很有趣，然后住进去很像派对屋，很好玩那样。可是可能看到我就是可能就这个人英文文法不太好，或者是什么工作比较无聊啊什么，或者是他看我的面孔，然后就是直接不鸟我。我的算是不是我自己本身，我的台湾室友分享的，因为他们比我早1天去游乐园报道，然后他们那时候还有得选，就是餐厅的收银员跟操作游乐设施的，还有 park service 就是园区整理的部分，知道还有这3个选项，可是他们那个主管看到他们来报道的时候就稀稀疏疏，然后就只给他们2个选项 park service 跟操作游乐设施的那2个，就是直接把收银员的给略过了。因为收银员是最热门的，对吧？因为收银员就是他本身餐厅里面有冷气，然后再加上需要一直跟轻松吧？对，会需要对话。对，需要对话，直接面对客人、旅客，对，所以他会希望是本身可能就是可能欧美面孔的，或者是就是不会想要留给亚洲面孔，他们就有在抱怨这件事情。可是我去的时候没这烦恼，我去的时候没有得选，就是只有 park service， 对，但就是有变相的被歧视这样子。如果是朋友的话，我好像也听过，就是有像很多农场啊，就是那种 fruit picking， 就是摘水果的，然后他说他们的农场遇到一次解雇所有马来西亚人，就超针对的，就是直接把所有马来西亚的人对。但是为什么吗？犯了什么？没有，还是因为谈恋爱所以被开掉？不知道啊，就是恋爱农舍。那我觉得雇主把他们全部一起废掉。他就直接说，就是这些人都明天都不用来，然后他们自己算完之后发现全部都是马来西亚人，可是一个马来西亚人都没有留下来。哦天哪！我觉得我应该也是跟就是 Emily 一样，是有点三角地带。就是我其实没有遇过，就是真的很明显，就是我看就感觉出来你就是对我歧视。但是可是那算吗？因为就是英国的街上青少年呢，有时候会比较疯狂一点点。然后我是有遇过走在街上，然后就是有被骚扰的。但这算是吗？他们可能不一定会挑亚洲啦，对，但他们也没有对我讲不好听的话，他们就是很没有就很疯狂一直过来说 I love you I love you， 然后大概3、4个整个围住你，吓死是女生，是女生，对。然后很可怕，然后我就赶快手刀，然后跑到旁边的就是店。喝醉吗？我不知道，的确也不能推测是不是因为我的亚洲脸孔而就是，但是我有遇过也是朋友的，就是他们去餐厅吃饭嘛，因为他们没有定位，那就问说有没有位置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看到里面可能明明就是还有位置，可能也没有被 reserve， 但是他们可能就是没有被接受，就说我们就是没有位置，然后他们就自己推测说是不是因为就是他们就是一群亚洲人，对。这也是自己推测，对，就不是那种很明确的，就是因为你怎么样这样子。你们在国外呢，有没有遇过真的很无助、很害怕的事情？这可以讲很多真的可以讲很多3、2、1，我以为 Amy 会是就是，我以为她最多，然后最多说到底为什么会是我？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哭最多的就是离开的时候，离开家人的时候，那时候是哭最多。我有2个故事要讲，一个算是我自己很白痴，但我那时候确实大爆哭，而且是在我们游乐园的那个办公室，在所有的职员面前还有主管面前大爆哭。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早上搭公车的时候，就是跟同事们聊天，然后就在讲说，我们游乐园最近置物间，我们有置物柜嘛，置物间有遭窃，就是有人放了$800在置物柜，然后就被偷走了。然后我们那边置物柜，因为是算是一半更衣室一半置物柜，所以是完全没有摄影机的，所以也不会知道谁偷的。然后我们就是用那种很大的一颗那种转数字的盘的锁去锁那个置物柜，所以其实会被人家敲开或怎么样，对，也有可能。所以当天就听到了这个消息，就知道说啊，以后置物柜要确认有没有关好啊或怎么样，然后就去上班了。下班后就发现说我的钱包不见了。真的，然后我当下就立马就觉得说，哇靠，一定是被偷的。因为所有的银行卡，就包含我们有开户嘛，美国的银行卡，然后跟我台湾提款的邮局卡，现金不多，现在$5而已。可是里面的所有的卡，就是证件都在里面。然后呢，我就跑去问说有没有监视器啊，然后怎么样，然后自己越想越觉得说很可怕，然后就在那边爆哭。然后主管很好，主管就一直安抚我，就说没关系，你先打电话，你先打电话给银行刷挂失，因为就怕，因为那个是。存款在里面的卡，我知道，debit card 的那种，直接刷了，对，然后我就边哭边跟那个银行去一一确认讯息，然后挂失等等的，然后这一切都结束后，然后他们还安抚，还给我糖吃之类的，真的糖。那你的钱包有找回来吗？听起来是有吧？你是放在包包里还干嘛？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室友还有身边朋友、同事都讲这些，然后他们所有人都安慰我。我回到家当下就觉得说啊，可以休息一下，当下就发现他在我的洗衣篮里面，笑死，更没带出门，你没有跟别人说，我不敢跟任何人都没讲，我就默默的这件事就过。但是我想起来，我在英国也有一次是信用卡不见，我也是 debit card， 而且那也是我在英国唯一的一张卡有开户的。然后我那时候是去超市的时候买东西，然后他自助结账，然后
自助结账完，然后我就忘记拿卡，就放在那边，然后就还有我就回家，然后就发现我卡不见，然后我也是超紧张，因为我在英国就会被断吹，因为我就只有唯一那一张卡是可以领钱的，然后我也是，可是我没有哭啦，我就是很冷静，然后怎么办，然后就打电话去银行，然后他就告诉我好，就是那你可能要挂失，然后他还跟我说，因为我就没有现金嘛，然后他就说那你要去银行本人就先临柜领一些现金出来，不然你就没有办法卡刷什么的，对，然后就还有我就这样子没有卡，大概过1个礼拜之后呢，超市打电话给我还怎么样，然后他就说，哎，您的卡呢就是放在超市，因为我的卡就捡回来，但那时候我已经得到了一张新的卡了太幸运了吧？你1个礼拜英国超市，然后没怎样，因为我挂失，然后我办了一张新的卡之后，然后卡才找回来。第二个故事就是发生在尾声，就是我在德州工作大概2个多月后，我最后留1个礼拜再飞去洛杉矶玩，因为我都已经算好时间了，回程的机票也很早之前就订好了，然后我就玩完，我就把我所有的现金花光，然后把卡片里面就是那个美国的银行卡里面只剩下大概1块美金，然后我就都算好了哦，然后因为很多该买的门票我还去环球什么都付好了，然后一定是没钱用就 OK 了，对，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比没钱更可怕，是因为那时候隔天我就要搭飞机了，可是刚好遇到台风天，我的航班取消了。天哪，你没有钱住饭店 ？Oh my 怎 gosh！ 么办？重点是我也没有办法订机票什么的。我就一直在找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回去，因为我也没钱，我也没办法再继续住在美国了，因为我的身上毫无分文，然后现金也没了，银行卡里也没了，然后怎么有人把钱花那么空？然后重点好奇怪。我觉得说我就全部花完，前天已经知道这件事情，班机被取消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一直在滑，就说到底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回去。后来看到就是因为赶在台风前。华航有一班直飞回台湾的，然后就赶快订了。可是我就要用我妈的信用卡，因为我身上没有任何钱嘛。然后用我妈信用卡之后，我就订了当天晚上好像可能9点的飞机。就是所以我当天5、6点人还在美国当地的市区地铁上。然后可是我是今天晚上9点的飞机，所以我就赶快拖机料，就赶快跟他们一起回家，然后去打包。然后后来就突然发现就是说，你不知道那是什么规定，反正你订那个机票不是用你本人的信用卡，你要有那个人的信用卡的授权书。反正我就是要申这个东西，因为我是用我妈的信用卡，可是就没有授权书，然后我就。那我不知道这件事，我也不知道哎。反正那时候查是说是要授权书这张东西，然后我妈就一直打过去联络华航，可是因为很多班机都取消这件事情，所以华航那边也炸掉。好险那时候是白天，就是至少还有人接。然后反正就真的伸出了授权书 check in 的柜台的也是台湾人，对不对？讲中文的人，所以他们就说 OK， 这可以。好像9点的飞机，我好像8点才在柜台 check in。然后因为我很怕搭不上飞机，因为他可能第一个是时间来不及，第二个可能是信用卡授权书可能不合格或怎么样，就导致没办法搭上飞机。所以我还花钱请我朋友跟我一起搭Uber去机场，然后我再帮他付钱回他的住宿，然后我又冲提了2个行李，因为我那时候行李好像60公斤吧，毕竟待了3个月，然后就提了2个行李，冲，然后去挂货，然后就冲，好险就最后有赶上飞机，然后就直飞回台湾了这样子。可是那时候没有哭，可是那时候全身冒冷汗，就是在机场上奔驰。可以理解。我感觉到我都有忘记这原本题目是什么。题目是有没有无助的时刻？我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觉得是我就是这辈子最大的一个阴影之一，因为我那时候去纽西兰打工度假，然后我做的工作是牙医助。我知道你要讲什么。牙医助就是你会遇到各种病人，然后某一天就是有一个病人进来，就是一个年轻的男生，然后我的医生就把我叫过去，然后点了一下他的病历表，就是有3个惊叹号，反正就是有法定传疾病的意思，这个人有艾滋病，然后他就叫我说你要多注意，因为器械很多嘛，会很多尖锐的东西，伤口有可能会被戳到，就有感染的风险。然后我牙医跟我讲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好，那我就是默默的戴上2层手套这样。然后做完疗程之后，就是要马上换下一个病人，所以我马上要清洁消毒。那我在拆器械的时候，我就不小心戳到手，但我当下第一个反应就是拉了一下我的手套，因为橡胶手套就是你一拉你就可以看到有没有破洞。但是我就看，没有破洞，那我就继续忙，因为我后面超多病。那天是我工作以来最忙的一天，然后忙到中午左右，就是医生就说午休我们可以去吃饭，然后我要跟医生一起去吃饭，我才发现我的大拇指在流血，然后我就想不对，可是我的手套又没有破，为什么我大拇指在流血？我就不以为意，但是我有跟医生讲，然后医生就说哪一个病人？我说第一个，我说你白痴，还是直接这样讲，因为他是一个香港人，讲话很直接。他说你是白痴吗？然后我说他是关心的口气跟我讲，然后他就说就是你下班的时候去做一下 blood test 好了这样。我就一直洗脑说我的手套没破这件事，我的手套就是没破，就是没有刺到，我就一直这样想。然后到了下班之后回家大概10点多。反正就是我就一直查那些资料，一直查什么被戳到几率、得病几率多少，巴拉巴拉这样子，然后越查越害怕，越查越害怕，很可怕，所以我就是10点多坐计程车去医院，我就想说我应该跟我主管讲一下，一样是香港人的老太太主管讲这件事情。然后他听完之后他很紧张，他就马上火速赶到医院来陪我，等到半夜4点都一直在等，不知道医生什么时候出来。然后我那时候去医院最大的一个目的是我想要拿一个药，反正就是艾滋病好像是你预防的戳到，或者是你可能感染多久之内？48小时内。
你要服这个药，你可以大幅降低可能90%的感染率。我去挂号的时候，那个护理师就说，哦，你也是就是可能医疗相关从事的人，那你那时候手套被刺到的时候，你有没有装水？他就说你有没有装水测试它是不是真的破？我说我没有，因为我太忙了。他说好吧，你还是要看医生。我就说哦好。等到5点，然后医生终于叫我进去了，就是他跟我说我们现在没办法给你这个药。我说那什么时候可以？他说我们必须要通知那个年轻男生到院，就是去抽血检查，然后去追看他有没有定期的回诊。如果他是有定期回诊，我的药就可以少一点。那他如果是没有定期追踪艾滋病，我就要吃比较重的药。我说那这个大概会耗10多天，他说5天，然后我就说一定要5天，那就不用吃啦，我就大哭，我在医院大哭。对啊，所以你们这个药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就直接这样跟他讲，就48小时要吃吗？然后我就在那里狂哭就对了。究竟人在异乡，又面对这样棘手的紧急事件 ，Emily 会该如何面对呢？追踪我们将在下一集为你揭晓后续故事。